大家好，我是石头，今天又来山里面了。俗话说得好啊，养儿防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其实很现实的一个问题。就像我这栋房子的主人家，前些年已经过世了，有2个女儿，现在女儿远嫁，没有儿子，房子就这样子荒废了。前些天他的哥哥看了我的视频，找到我说，房子现在没人住了，如果我有些粉丝朋友想到农村来养老居住的话，这栋房子完全可以免费交给别人来打理。其实想想拍这个视频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看过了很多这个闲置房，很多房子确确实实是一家人发家致富，已经搬离了，重新建了更高更大的楼房，以前的老宅就这样子荒废了。但是也有很多房子，就像这栋，老人过世了之后，自己没有儿子，然后女儿远嫁，房子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就这样子荒废了。这栋房子就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吧。这栋房子呢，总共只有3间，这边是大门，这里是有个卧室，那边呢有处厢房，也算是整个房屋正屋的一部分。房子呢进深接近有6米多，然后占地面积差不多有90多平，并没有多大。砖结构的房屋可以看到，房子基本上是建好了基础，没有过多的装修。因为在农村还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养了2个女儿，房子你建的再好，再去装修又有什么用呢？都是给别人建的。其实在农村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，可能我说出来大家会说，现在不是提倡养儿养女都是一样的吗？确确实实如此。如果你没有儿子的话，女儿远嫁，她是不会回到你的娘家来居住你的房子的。你像以前这个老人家，他们家在这边靠近了清水江边，然后底下修电站的时候，也拿过了很多补偿款。当时他的哥说，一次性也拿了50-60万。为什么建这么一栋破破烂烂的房子不把它装修好呢？就是因为养了2个女儿，把房子装修的再好，最后面也是荒废。所以，与其把这个钱投入到建房子，何不如随便建一栋房子用来居住。老了之后，100年了之后，房子就这样子丢弃，然后女儿拿着拆迁的这些钱，还可以在另外的地方，在自己的这个婆家把房子建得更好。所以说老辈人说的话还是有所道理的，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。儿子他永远在老宅长大，他是离不开的，再吵再闹，他不会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。但是女儿呢，一旦嫁出去，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收都收不回来了。他哥哥说，前些年弟弟过世了之后，房子就一直空着，大门也是锁上了。前2年女儿还回来，逢年过节还过来祭拜一下，清明的时候还过来。现在远嫁了之后，基本上是不回来了。房子是越放越旧，可以看到整个门前杂草已经开始长起来了，整个这边的桂花树已经盖过了屋顶，也没人去管理。家还是要有人在，有人住，去打理才像一个家。其实按照他哥哥的说法，这栋房子不要1分钱的租金，给别人过来打理居住，然后适当打扫一下卫生。如果比较讲究的话，把这个外墙内墙重新粉刷一下，还是挺不错的。房子呢，距离县城有16公里，距离镇上有6公里，门前就是一条清水江。整个清水江呢，钓鱼是非常方便的，尤其是到夏天，沿江两岸钓鱼的人特别的多。然后幽水江的鱼类资源也是特别的丰富，有鲤鱼、青鱼还有边鱼、草鱼这些。这边距离马路将近有10多米，平时如果在这里居住的话，可以走到马路那边，搭着公交车就可以到镇上去买生活物资了。他哥说，这栋房子如果再没人过来管理，屋顶上的瓦片再漏雨的话，可能随着时间久远，慢慢的会出现坍塌的迹象。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有些地方都开始漏雨了，瓦片也掉落了，房子几乎是没有院坝的。
就这么宽，将近有2米多，不到3米，然后还是一个感觉是一个长方形的吧，然后也做了硬化，接近有30来个平方左右。门前呢还有一栋房子，几乎是靠得很近了，那边屋檐滴水，也差不多到了他们家院坝的位置。这栋房子虽然常年没人居住啊，但依然是通水通电的。好在这栋房子它整个院子是不怎么样，但是它院子以外整个村子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，因为靠近清水江边嘛，从航拍的镜头我们也可以看到青山绿水，环境还是挺不错的。然后农村的道路呢也修得挺好，如果自己有辆车，然后进出都是非常方便的。这底下就是进村的马路，大概宽有6米左右，都是柏油路面。马路的下方就是清水江了，可以看到这边有些铁皮房子，这应该是大坝所建的一些机房之类的。因为在大坝边呢有一座小型的发电站，平时在这边用电啊很便宜的，也就1-2毛一度电。其实通过这些门窗，我们也可以看到，他女儿嫁出去之后，已经做好了长时间不回来的打算。整个门窗呢，用这样的木条钉上钉子，已经给它固定的给它封死了，相当于不需要开窗了。他们应该是做好很长时间，都不想再回来这边居住。你看，这里一个木条，上面一个木条，那边还有一个木条，3根木条把整个窗户都关着，这样子封着。如果是想回来住的话，肯定住在里面要随时推开窗透一下气，对不对啊？包括这边的门窗也是如此，都用木条给它全部给封闭了，全部打上了钉子。把这些门窗封起来之后，我觉得整栋房子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压抑，尤其门前的2棵桂花树把整个房子都笼罩着，感觉这个房子就像以前房主命运一样的，特别的压抑，可能一辈子都不过得那么盛创吧。房主的哥哥告诉我说，如果是他的弟弟养了2个女儿，再有个儿子就好了，这个家也不会这样子败落下去。其实我是80几年出生的人，我是深有体会。我们家只有一个孩子，然后从小到大，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去做，也没过多的人去商量分担。在我们村就有这几个例子，有一家人生了将近有7、8个小孩，前面几个全部都是女儿，一直生，生到最后总想生个儿子。养儿防老，养儿防老，我觉得可能根据现实还是这样的一个现象。确实有个儿子，所有的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大家觉得今天的这个视频看起来是不是给人一种感觉，看起来心里都是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呢？不知道你身边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？欢迎大家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